法治故事耐人寻味，不容错过。2002年，李艳梅的16岁的女儿黄丹正式读高中了。李艳梅内心不自觉的就上紧了发条。李艳梅1958年出生，是湖南一所职业高校的教师。丈夫黄和平是株洲一家企业的高级工程师兼部门主管。身为知识分子，他们都望女成凤，希望女儿将来能到重点大学读书，这样他们也脸上有光。丈夫性格外向，在外交际时间多，而李艳梅呢，恰恰相反，她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在了女儿身上。女儿读高中学习紧张，李艳梅比女儿还要紧张。她也转换了节奏，早上5点多就起床为女儿做早点，晚上女儿回来了，她就在身边摇着蒲扇为女儿驱赶蚊蝇。丈夫黄和平偶尔在家看下电视，他看到了就不乐意，生怕影响了女儿的学习。丈夫有时候会反驳她，你也放松一下，你这样做反倒增加了女儿的压力。李艳梅不同意地说，孩子比学习，父母要比后勤，哪样都不能放松。3年马上过去，到时后悔就晚了。2002年底，为了全心全意照顾女儿，李艳梅向学校打了报告，以身体不适为由办理了内退手续。2003年9月，女儿读高2后，李艳梅怕女儿上学来回折腾耽误时间，就干脆在女儿学校附近租了间平房，全程监督料理女儿的学习生活。丈夫对了这种做法不置可否，偶尔还抱怨说，你只顾女儿，我家里的饭没人做，衣服没人洗，你也不在乎。李艳梅劝丈夫说，现在是特殊时期，你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何况你平常应酬也多，在不在家吃饭区别不大。李艳梅为了让丈夫把心放宽，还开玩笑地说，我们不在家不正好跟你松绑，你可以发挥你交际的特长了。在李艳梅的耐心照顾下，女儿学习稳步提升。偶尔黄丹因为妈妈对自己看管了过严，让她有些不自在，便催妈妈回家看看。可是李艳梅却说，你考上大学可是我们俩的梦想，你要考不上，我和你爸便不开心。女儿撅着嘴，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妈妈。白天女儿去上学，李艳梅整天待在租来的房子里，每天想的事情就是给女儿安排好学习生活，然后抽空炒炒股，很少和外面的人交流，这也造成了李艳梅的自闭。百无聊赖间，她也会想起家里的丈夫，便几乎每天打电话回家查岗。偶尔丈夫不接电话，她就有些心急，生怕善交际的丈夫真的出事。起初黄和平也跟她抱怨单身生活不适应，让她常回来看看。李艳梅说，再坚持坚持吧，女儿前途要紧，现在吃点苦，过2-3年女儿考上大学了，一切就好了。黄和平也没法说服她。周六周日母女会回家团聚，开始时感觉还很甜蜜，但时间长了，夫妻感情便开始生疏起来。好在3年转眼即过，2005年黄丹参加了高考，并被长沙理工大学录取。按理说呀，这个陪读生涯应该要结束了，但李艳梅不这么认为。她觉得女儿的平日成绩很好，这次考的学校不理想，她不想松气。现在工作不好找啊，她想让女儿在大学最好也能名列前茅，这样即便将来考不上研究生，出来工作也好办。毕竟她了解，
大学生心态放松，更要管得严些。于是在丈夫要迎接她凯旋的当口，李艳梅则宣布说，我要再陪丹丹读4年书，要让她考上研究生。黄和平当即傻了眼。女儿读大学以后，李艳梅在长沙重租了一间一室一厅，几乎将家搬到了长沙。黄和平劝她，你这不是陪读，倒像是分家。晚上，黄和平搂着妻子，有些伤感地说，我们这几年聚少离多的，你一心扑在女儿身上，都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难道不怕我出轨吗？李艳梅说，这么多年夫妻，我了解你，借你俩胆子，你也不敢出轨。话虽如此说，李艳梅还是常向闺蜜和邻居打听黄和平的动向。好在多年无事。有一次她打丈夫电话，丈夫有好几天都关机，她有些恼火，就问丈夫，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了别人？丈夫反驳说，你乱说，你在外面那么辛苦，我怎么可能背叛你？李艳梅听完以后很受用。2007年7月，女儿放假，李艳梅带女儿回了家。她发现丈夫生活变得很丰富，晚上常去唱歌跳舞，还成了单位歌舞队的领唱。丈夫少了她似乎更有精神。李艳梅有些失落。更失落的是，黄和平似乎对夫妻生活完全失去了兴趣。她每次都侧面问丈夫，在家你也不想我吗？怎么我回到家里你都不想亲热一下？黄和平笑着说，咱们又不是刚结婚的小青年，哪有那个精力？李艳梅没有注意丈夫有什么新动向，依然一心扑在女儿身上。转眼到了2009年7月，黄丹大学毕业，却遗憾的没考上研究生。对这种结果，李艳梅有些失落。但之后女儿很快便在长沙一家建筑公司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李艳梅也就放心地回到了家。陪读生涯结束了，李艳梅想起对丈夫7年的冷落，满腹歉疚。回家以后，她立刻去超市买虾子买鱼，一头扎进厨房为丈夫做好吃的。不料当天晚上，丈夫从单位回来，面对满桌的好酒好菜，似乎缺少了胃口。晚饭后收拾完毕，李艳梅穿着睡衣等丈夫上床，却见黄和平坐在客厅沙发上，拿着遥控器轮番地换着台。李艳梅一再催促，黄和平才磨磨蹭蹭地关了电视。李艳梅想要亲热，黄和平推脱说，哎呀，太累了，睡吧。李艳梅问，你怎么老不行啊？黄和平回答说，哎呀，可能精力不济吧。李艳梅心烦地说，我们年纪也不算大，按道理不该这样，回头我们去医院看看吧。黄和平有些反感地说，要去你去，我丢不起这个人。说完翻身就睡着了。李艳梅觉得丈夫真有问题。第二天开始，她在网络上搜索偏方，从外面带回来了牛鞭、甲鱼、狗肉等，或熬汤或做粥让丈夫喝。黄和平呢有些抵触，但也拗不过妻子，就天天补着。2009年12月，李艳梅的女友张杰到家里做客，见她对丈夫依旧关怀备至，便偷偷地问，你老公这么对你，你也不生气呀？李艳梅不解。张杰接着说，你没听说吗？你在外面陪读期间，你老公好像有了别的女人。李艳梅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张杰说他只是听到传言而已，具体情况不知道。李艳梅拜托他帮忙查查。
3个星期以后，张杰有了消息，他确定黄和平跟一个叫谢欣的女人已来往了2年了，还弄到了一张2人的亲密合影。这次轮到李艳梅傻眼了，她跌坐在沙发上，泪流满面。她不愿意相信丈夫出轨的事实，不知想什么法子能挽回丈夫，更不愿和丈夫就此离婚。2010年元旦，黄和平说要去外地公干，要出去几天。可李艳梅从丈夫单位打听到根本没有这回事，她猜测丈夫是想与情人外出旅游。当天晚上，她忍无可忍，把黄和平和谢欣的照片甩在了桌子上。黄和平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他脸色煞白。当天女儿正好休息在家里，也指责他：爸爸，你太过分了，妈妈在外面那么辛苦，你怎么对得起她？黄和平听到这里马上说：辛苦有什么用？你们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李艳梅说不过丈夫，就是走到阳台做出要跳楼的样子。女儿上去抱住了她，黄和平也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请求妻子的谅解：你千万别想不开，我马上和他断了关系。黄和平向李艳梅坦白，原来早在2007年6月，企业要组织一个歌舞队参加室内比赛，黄和平是个男高音歌手，就报了名。歌舞队从师范学院请来了一个青年音乐教师，每逢周末到单位礼堂进行指导。反正在家也没有事情，黄和平每周必到。黄和平长相俊朗，事业成功，打动了这位年轻的老师。黄和平也了解到，这个女教师叫谢欣，34岁，因为不能生育，和富商丈夫感情不和。丈夫喜欢在外边找女人，她也只能听之任之。谢欣很有文采，恰好黄和平也爱附庸风雅，两人就有了心灵的共鸣。加上黄和平一人在家寂寞异常，两人渐渐地走到了一起。当年李艳梅曾注意到黄和平常去跳舞，其实他们是约好了幽会。面对丈夫流泪的忏悔，李艳梅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但从此以后，她让丈夫搬到书房里去睡。当晚独自躺在床上，李艳梅的泪水浸湿了被角。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黄和平确实收敛了不少，每天都按时上下班。李艳梅觉得丈夫可能真的改过自新了，也变得温柔起来。2010年6月，她还主动让黄和平和她同房睡。可黄和平睡了2个晚上，又以身体不适为由搬了出去。见丈夫不再出轨，却依然对她没有什么兴趣，李艳梅不知所措。一天深夜，外面起了风，李艳梅惊醒后去关书房阳台上的推拉窗，意外发现丈夫正躲在被窝里发短信。她抢过来一看，发现丈夫竟然还在跟谢欣来往。李艳梅拿起手机回答过去，与谢欣在电话里对骂起来。当晚李艳梅一夜无眠。多年来，李艳梅和丈夫都是邻居眼里的模范夫妻，现在竟出了这样的事情。李艳梅想离婚又觉得丢人，可随着她一再忍让，丈夫反而越来越过分。到了2011年春节，黄和平开始彻夜不归。李艳梅质问他，他便说：当年你就是这么对我的呀，我让你也尝尝寂寞的滋味。李艳梅没办法，就给谢欣发短信，请求她放过自己的老公。谢欣有时便讽刺地说：你有本事满足她的需求，她就回家了。2011年5月21号晚上11点多了，李艳梅见丈夫迟迟没有回来，打电话又不接，猜想他一定又和谢欣在一起了，便发了一条短信给他：你又和那个臭不要脸的狐狸精在一起了吧？
快点死回来。这条短信让谢欣看见了，谢欣不顾黄和平的阻拦，回了短信：你这个老鸡婆，和平就是不要你，他就是喜欢我，天天都想要我。李艳梅又发短信回骂，这骂来骂去最终也没有把丈夫叫回来。面对对方一再的短信羞辱，李艳梅痛哭失声。突然一个念头浮现在她的脑海中，如果丈夫没有了那方面的欲求，她就不会受到迷惑，会乖乖的回家了。第二天，李艳梅便上街购买绳子和一些生理方面的书籍，并在网上查阅了一些资料，还将自己没有吃完的安眠药碾成粉末，装进黄和平常服用的保健药物胶囊内。5月23号晚上，李艳梅打电话给黄和平，约他回家吃饭，说想和他好好谈谈。黄和平回到家里，只见桌上摆满了自己喜欢的饭菜和酒，还点上了蜡烛。坐下以后，李艳梅给丈夫倒酒说：和平，我们结婚20多年了，以后我再也不想吵了，我们好好过日子。对于妻子的突然转变，黄和平有些惊讶。席间两人回忆着许多美好的往事，不知不觉喝了几大杯。饭后，李艳梅带他去散步醒酒，归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黄和平回卧室上网，这时李艳梅拿着填充了安眠药的保健胶囊，叮嘱黄和平按时吃药。黄和平吃完药后不久便不省人事，李艳梅凑在他耳边喊了几声，没有回应，就拿出准备好的绳子，将他的手和脚捆绑起来，并用胶带封住了他的嘴。不久，黄和平被疼痛惊醒，发现手脚动弹不得，妻子正拿着刀片对着自己。黄和平吓坏了，想用力挣扎，可浑身使不上一点劲儿。他用力的摇头，用舌头尖使劲顶贴在嘴上的胶带。因为普通胶带胶力不强，胶带纸被他顶松了。黄和平喘着气，冲着妻子嚷：你要干什么？李艳梅说：你记得吗？你曾信誓旦旦地答应我和孩子，要和那个狐狸精断绝来往，可你总不悔改，还任由他羞辱我，真是太可恨了。我只有把你废了，你才会真正的回家来。说完，李艳梅便拿起了刀片，割掉了丈夫的睾丸。之后，李艳梅慌忙逃往长沙。等警方赶到现场，黄和平被送进市人民医院。5月26号，正当警方紧张不恐抓捕李艳梅时，她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回到家中，随即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桂花派出所刑事拘留。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查中。女儿黄丹闻讯赶到医院，看见奄奄一息的爸爸，顿时心都碎了。想着这几年妈妈为了陪读与爸爸聚少离多，如果妈妈一直守在爸爸身边，爸爸也不可能有机会去出轨，家就还是完整的。但现在说什么都迟了。好，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